我国海军下饺子模式持续进行的同时，海警也开启了下饺子模式。两大船厂同时为海警打造精锐大舰，来看详细情况如何。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海军的新批次军舰全部下水完毕，下饺子的速度也是放缓了很多。不过，在我国海军下饺子速度放缓的时候，我国海警反而是开启了下饺子模式。之前海军退役不用的20多艘056全部改装移下给海警之后，我国海警的战斗力瞬间翻了个倍。再加上接连下水的几艘万吨巨舰，我国海警可以说是实现了在吨位和数量上的双第一。而我国海警取得了全球第一的排名后，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还在继续加大海警舰艇的下水，并且在性能追求上也在逐渐海军化，打造舰艇时采用的都是海军战舰的标准。目前我国正在打造新一批次的054A 护卫舰，但是这新批次护卫舰上方的垂发系统已经被拆除了，不能够发射各类型导弹，显然这不是给海军用的，而需要这种舰艇的也就只有海警了。海警版的054A 一旦下水，进入到海警中服役，那么我国海警的实力将会更上一层楼。按照目前黄埔厂和沪东厂都在建造海警版054A 护卫舰的情况来看，这一批次的建造数量可能会在10艘左右，不然的话也用不上2个船厂来建造这款海警舰艇了。海警版的054A 护卫舰准确说应该是818型巡逻舰，也正是由于它采用了和054A 相同的船体设计，但是又没了垂发系统，才被人称之为海警版054A。虽然没了垂发，但这款军舰放到海警中来也是降维打击。除了配备了高压水炮之外，还有一门 PG-26 型76毫米单管隐身主炮，同时少了垂发系统，这款舰艇的吨位只有3000吨，但是动力系统和4000吨级别的054A 一样，所以标准版054A 护卫舰能够达到的27节航速，海警版054A 应该会更快。而且这款舰艇还装备了手侧推，让舰艇能够灵活机动，甚至是原地打转。这个功能对于海军战舰来说可能并没有什么用，但是对于海警的巡逻艇来说用处可就大了。一般情况下，海警面对的对手都是一些小型舰艇，像上月日本就是派游艇强闯我国钓鱼岛，而这类型小型舰艇的由于吨位小，较为灵活，可以直接绕着大船走，甚至是戏耍大船。当有了手侧推之后就不一样了，装备了手侧推的818型巡逻舰，实现了吨位大的同时速度快，灵活性也强，在追捕那些小型舰艇时一逮一个准。此外，这艘舰艇还装备了363型对海对空搜索雷达，设有直升机起降平台和直升机库，可携带一架直9舰载直升机。虽说现在服役的几艘818型巡逻舰中并没有看到装备直升机，但在未来一旦有需要了，可以随时配备。有些人可能也会好奇，既然我国海警现在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一，那为什么还要大批量的建造海警版054A 呢？这一点就和我国周边的局势有关了。这段时间大家也都能知道，在美国的带领下，我国周边的某些小国正在不断搞事。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在南沙岛礁地区搞事情，想要再次非法侵占我国一批岛礁之外，日本在钓鱼岛地区也开始蠢蠢欲动了，多次派出舰艇想强闯钓鱼岛。还好我国海警在这儿进行了持续巡航，不然的话还真让日本给得逞了。但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因为我国海洋面积广阔，即便是我国海警船数量实现了全球第一，但是一分散到周边地区，其实就没几艘了。特别是我国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还需要一批海警船保驾护航，这样能够动用的海警船就更少了。前段时间鲜兵交处的几十艘渔船，就连我国海军的052驱逐舰都出来客串了一下保镖，为这些船只保驾护航。除了彰显我军实力之外，
还和海警力量不够有着一定的关系。再加上这段时间，我国海警在周边海域的高强度巡航，这些舰艇也需要轮换休息，进行维护保养的。所以我国海警的数量和战力虽然是全球第一，但实际上还是不太够用的，因此才需要新一批海警船的入列。这批3000吨级别05C 海警船的入列，算是填补了我国在小型和大型海警船之间中型海警船的空缺，并且我国最大也是全球最大的12000吨排水量海警船配备的武器，也和这款舰艇一样，都是76毫米舰炮。因此我国这一批海警船每一艘都有着单挑其他国家最强海警船的实力。有了如此武德充沛的海警船加入，以后那些国家想挑衅我国的时候，就得掂量掂量自家舰艇能不能扛住76毫米舰炮的打击了。